大家好，我是艾斯，谢谢大家。我是一个学生，然后平常生活里确实比较害怕尴尬，有很多尴尬的事情，过了很久也会记忆犹新。我人生里最尴尬的就是我的初中，入学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我们学校为了鼓励学生变得外向，为了鼓励学生展示自己，我们有一个制度叫我展示。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学校，所有的学生，你上课回答问题的时候是不需要举手的，就你直接站起来，然后说我展示。不止这一条，如果你在别人展示的过程中觉得有问题你就站起来说我质疑。你觉得他质疑的还不够，你就站起来说我补充。我开学那天听完这个制度，我脑子里就3个字，我说我转学。就这也太尴尬了吧，尤其是这个我展示，你说我回答都行啊，我展示，我感觉我是一个孔雀。然后老师说，同学们，我们就按这个我展示来试一下，大家回答一下问题啊。全班5分钟鸦雀无声，5分钟之后你才听到一声我展示，是我们班学习委员站起来了，他也是站起来之后才成了学习委员。很快周围同学陆陆续续都开始展示了，这搞得我开始有点焦虑了。我说我展不展示啊？就感觉是一个抉择的时刻，你要么成为这个班级里的大多数，但你就不再是人类里的大多数。我纠结半天，我咬咬牙，我说我展示。我站起来才发现这题我不会，很难适应。我特别羡慕我同桌，他很快就适应了这种表达方式，他甚至都有点融会贯通了。有一天我们老师在黑板上布置作业，我同桌站起来，我反对。他是真厉害。后来基本全班都适应了这个制度反而是很多新入职的老师适应不了。你想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上自己的第1堂课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同学们，杜甫是哪一个朝代的呀？你正常的时候大家又一起唐朝，我们班50多个人拍案而起，我展示。给老师吓得书都掉地上了。咱班这是兵变了吗？老教师就不一样，会提前给我们打招呼下节课有领导来听课，你们得好好展示意思是下节课他不管问啥，你全班都得站起来说我展示就这节课上完，你领导基本就聋了。我们也很辛苦一节课45分钟，蹲起了50多次，而且每次全班站起来只有1个人可以回答问题，我这张一节课展示半天，1个问题没回答上，我白展示1堂课，白展堂我是。长大后和朋友聊天也很难融入他们吐槽说这个小时候的动画片也太尴尬了吧，里面的人动不动就大声喊出自己的招式名。我就说还好吧，有那么尴尬吗？奥特曼他也没有跳出来说什么我攻击。这也太吓人了对面小怪兽看到都懵了，互相讨论他为什么要说我攻击我母鸡我们校长他显然忽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在我们那儿只有我们这一所初中实行了这个制度，我们毕业是要上高中的呀。你上高中根本适应不了，我上高中第1天我就告诉自己，我说艾斯，这是一个正常的学校，你可不能展示你得举手。但朋友们，你养成一个习惯只需要21天，我展示了3年。那根本不是我给自己打一个预防针我就能解决的，你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本能。我开学第3天就展示了。老师问了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同学们，借问酒家何处有的下一句是什么？我条件反射，我展示。全班同学鸦雀无声。我感觉我这辈子到头了，我现在死这儿得了。那借问酒家何处有？艾斯展示杏花村。你就感觉那个时间暂停了5秒，5秒后全班哄堂大笑那是我人生第1次炸场。只有我同桌没笑他看向我的眼神有一点恐惧。我下课给他解释，我说我也不是突然变成这样的，我过去3年每天都这样。我觉得当时高1是我这个16岁人生最尴尬的瞬间了，你不可能有比这还尴尬的时候了。直到2周后我又展示了一次，全班又是哄堂大笑。那个瞬间我就知道我的高中生活完蛋了，
啊，就你不可能有什么这个变化了，你也不可能改变同学们对你的看法了。我就算之后考了这个全校第一啊，照片被贴在公告栏里面，你路过同学看到了也只会说哟展示哥。唯一能让我稍微平衡一点的，就是隔壁班有一个展示姐，我初中同学啊，我们每次见面都会互相关心对方。哎，你最近展示了吗？你仔细一想，初中同学毕业之后散落到各个高中啊，都会成为各自的展示哥、展示姐。我们真的是聚是一团火，展示满天歌。这个段子比较洗脑嘛，之前在线下演，有一次在一个地铁站被一个观众朋友认出来了，他说：“艾斯，我特别喜欢你，我展示这个段子，我可以跟你合个影吗？”我还挺高兴的，我说好啊，我就感觉他终于是一个快乐而不是尴尬的事情了。然后观众朋友说：“艾斯，我们能不能拍一张 live 图？我们边拍边说我展示。”我说在地铁上展示了，感谢谢谢大家。马上，艾斯的锁票倒计时开始。好的，再次感谢艾斯的表演。艾斯，你现在的身份是？现在是在北大读研。哦，是什么专业啊？计算机吧，相关软件工程。研几？明年毕业应该是。啊，明年毕业。所以你和小鱼，你们？对，我们是一个社团的。哎，你发表意见的时候，你给自己说，我后面加一个动词。我就后边就是，如果说我要说过了，我展示，我肯定会变那个音，说我暂时先不说话了。我本来应该梗是这个，就把那个改一下，这个音调就应该也行哈，自救一下啊。你是到了最后结束的时候拍的灯？对啊，因为我觉得他特别的可爱，不知道为什么，就他说话那个语调，我特爱听，感觉特像同学跟你聊天那种，对，非常喜欢。而且这种站起来就是回答问题这种经历都有过。罗老师，您要展示些什么？我质疑。我接受。就是你上的是什么学校？那个初中？正常的一所初中，而且其实不止我们学校，各地很多学校都在实行这个制度。我很理解这个东西。虽然你是个儿童，你是个少年，但你也有你的尊严啊。所以学校有时候有一些稀奇古怪的规定，有的时候它其实本质是一个挺恶劣的一个服从性测试。是。所以我刚才听的时候还挺难过，但是我很替你高兴，就是说你心理上克服了这个。我成年以后，我其实不愿意谈这个的，你有勇气把它写成作品，真的非常非常好。我补充啊，我补充。我拍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有，就是听的过程很有趣。但是我认同罗老师刚才讲的，而且特别上头，他特别上头。我预感到我今后这几天我会经常重复这个我展示这个句式。所以它的可怕就在于此，然后就你可以解读出很多，就是刚才罗老师讲的，就是那种一个制度或者一个要求对人的异化。所以他其实你笑完之后，像他讲这样，你会心里面其实挺酸楚的。所以我其实很高兴看到他在这里这样的方式来对抗自己童年曾经有过一些不太愉快的记忆。所以我会拍灯，因为我听的过程，我觉得就是很上头。展示完毕。谢谢老师。艾斯在休息区稍作等候。